秦婉一睁眼，就看见眼前有个男人面无表情，正在对他进行着不可描述的动作。啊！这男人身上居然穿着龙袍！啊，亲晚了，再睡会儿。哎，我丢！这是哪？我怎么在这儿？这里怎么和爷爷买的那幅画一模一样？我就说那画邪门，非得挂墙上。这时，脑袋里一阵电闪雷鸣，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涌上脑海。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叫冷清清，是个冷宫弃妃。冷清清呢是个恋爱脑，一直爱慕着皇上江北宇的美色，但江北宇非常讨厌他。终有一日，他得偿所愿地入了宫，成了他一名妃子。奈何好景不长，他一个宫斗脆皮，不到半月就被其他妃嫔陷害，被打入了冷宫。哎，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狗皇帝嫌弃他，为什么还翻了他的牌子要他侍寝呢？问，那就是冷家突然祖坟冒青烟。冷清清的兄长在沙场建功立业，从一名将军混成了一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饱受士兵和百姓拥戴，手上还掌握着兵权。冷清清他从商的老爹也特别争气，这2年风生水起，一夜暴富，赚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在江国富甲一方。为了拉拢大将军，也为了筹集军饷，狗皇帝是不情不愿地翻了他的牌子。这本是冷清清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奈何这时候他突然占据了冷清清的身体。秦婉仔细打量晕过去的皇帝，长得倒是蛮好看的，不输现代的古偶流量明星，只是他隐约看见这皇帝的袖子里，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里，居然紧紧攥着一只，这多冒昧呀！这都有求于人了，就不能主打一个真诚吗？哎呀，这还用上道具了，是对原主太过嫌弃，还是觉得自己不行啊？什么？手机？你也一起来了？他连忙捡起手机，拍了拍日渐暴富的手机壳，还好屏没碎，就是没有信号。时间呢，好像也一直停留在他来的时候。正想着带着手机逃之夭夭，地上被砸晕的男人手指动了动，哎，醒了。快来人啊，有刺客，皇上受伤了。皇上，快传太医！冷清清，你好大的胆子！皇上，不是臣妾，刚才臣妾看见有刺客在皇上身后袭击皇上，这才拿着瓷枕砸刺客，谁知刺客还是伤了皇上，还打晕了臣妾。皇上，您就是臣妾的心，臣妾的肝，臣妾那么爱皇上，怎么舍得伤害皇上呢？那你说的那个刺客在哪里？臣妾刚才也被刺客打晕了，不知道刺客逃到哪里去了。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搜！大内侍卫挖地3尺，还真的找到一个刺客。两国交战，敌国派刺客行刺也在所难免。今晚真的刚好有一个潜伏在江北宇的寝殿外，谁知道躲得好好的，还没行刺就被抓了，一脸的懵逼。这件事儿算是蒙混过去了，鸡飞狗跳了大半夜，秦婉被送回了冷宫。到地方，哎，他都惊呆了。第一次住那么破的地方，角落都是蜘蛛网，地面也坑坑洼洼，感觉连一个下脚的地方都难。娘娘，听说您侍寝的时候皇上遇刺了，您有没有事儿啊？
秦婉心笑，哼，他就是那个刺客，能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快去睡觉吧。娘娘，我都快担心死了，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傻丫头，我没事儿，快去睡觉吧。这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才起，醒来洗漱的时候，他捧着铜镜惊呆了。昨天没看，他今天才照镜子。哎呀，这画的叫一个什么鬼呀？脸上2坨腮红像高原红，眉毛画的又粗又浓像2条虫，还有一张血盆大口，吓得他赶紧洗得干干净净。素面朝天的样子可顺眼多了，冷清清的相貌竟和原本的自己有8、9分相似。娘娘，您今天怎么不擦胭脂了？都沦落到住冷宫了，就我们2个人，有什么好画的？小芝麻嗫嚅了一下唇，想说说不定皇上一会儿就来了，又闭上了嘴。另一边，江北雨正在让太医给他换药，额头上缠了一圈一圈白色的绷带，在药物的刺激下，他疼得咬牙切齿，可却忍着没有闷哼出声，一张脸黑得都快滴墨了。越是回忆昨晚的事儿，他的脸色越是阴沉。那该死的女人在骗他，他在他身下用瓷枕砸他，所以他受伤的地方是在前额。如果真是刺客砸的，那他的伤应该是在后脑吧。想到这里，他面上寒气森森，呼的一下站了起来。摆驾招台宫。冷将军到。微臣参见皇上。免礼。微臣听闻皇上昨日遇到了刺客，伤了龙体，特来进宫探望一下皇上。如你所见，刺客来自北国，竟敢直接闯入宫中行刺，简直不要太过嚣张。毕竟他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砸他的就是他的妹妹，也不想因此挑起他和冷冽的矛盾。昨日发现的北国刺客也是事实，不如就此激一激冷冽，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北国人果然嚣张无耻，所幸刺客当晚就被抓到了。只是臣听闻皇上遇刺时，臣的妹妹也在场，并且也被刺客袭击，可否让臣见妹妹一面？江北雨心中冷笑，哼，好啊，就让你见一见，反正他也是要见这个女人的，不如当面对质，再盘一盘昨晚的事情，他就不信那个女人不露出马脚。哼，朕倒要看看你要怎样跟朕求情。来人，传冷妃。臣妾参见皇上。江北雨了一声，不知为何他感觉到大殿里冷飕飕，尤其是他的头顶，感觉都要被他钉穿了。你哥哥担心你出什么事儿，特地过来看看你。你把昨晚的情况说一下。秦婉这才注意到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眼前骤然一亮。眼前这人正是冷清清的亲哥哥。妈耶，这哥哥长得也太帅了吧！可一想，这人是这具身体的亲哥哥，又按耐住了。不能磕，是骨科。江北雨看着这女人看见冷将军又惊喜又怪异的表情，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过更让他奇怪的是，他似乎感觉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今日的他貌似顺眼了许多。什么玩意儿？
顺眼？这该死的女人昨天还砸了他，他居然觉得他顺眼？冷妃，昨晚发生了什么？你跟你哥说一遍。多谢哥哥关心。昨晚来了个刺客，好在大内侍卫来得及时，我并没有什么大碍。及时吗？江北宇感觉到脑袋又在隐隐作痛了，他盯着他。朕一直觉得奇怪，既是刺客，为什么没有直接杀朕，只是砸了朕的脑袋呢？还有啊，既然你当时看到了刺客，为何他砸朕的时候你不喊人，非要等他把朕砸晕了才喊？冷清清眸子闪烁了一下，已经断定这皇帝已经知道昨晚给他脑瓜开瓢的是他了。不过碍于他的父亲兄长，现在这个局势不好跟他发作。皇上为何这样质问我？难道怀疑我跟刺客是一伙的吗？青青，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皇上怎么会这样怀疑？怀疑你，莫不是在怀疑我们整个冷家？江北宇一双狭长的凤目去了冷冽一眼，看着这两兄妹一唱一和，眸子里的冷意加深。朕没有这个意思。臣妾当时也被吓懵了，只想着该如何保护皇上，奈何不是那刺客的对手，回过神来才想着喊人。对不起，都怪臣妾愚钝，要不是臣妾反应慢，皇上昨晚就不会受伤了。爱妃昨晚也受到了惊吓，朕又怎会怪你呢？他伸出手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拍，充满压迫感的眼神依旧盯着他。若不是爱妃及时呼喊，刺客也不会那么快落网啊。说到底，朕还需要感谢你。既然爱妃护驾有功，不如朕恩赐你离开冷宫，回你的荣华殿。闻言，秦婉一双杏目倏的一下瞪得溜圆。他自小到大就善于察言观色，知道这男人现在恼了，正压着火呢。不，皇上受伤已经让臣妾很愧疚了，臣妾又怎能借此机会出来呢？保护皇上本就是臣妾的职责，臣妾不要任何赏赐。你不走？走，当然要走。臣妾当初受人陷害才被皇上责罚，虽然皇上不信，但既然要出去，臣妾要以自己的能力洗刷冤屈之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江北宇看了冷冽一眼。既然如此，那就是朕事多了。看来冷妃还是比较喜欢冷宫的生活。好，那朕就不勉强你了，退下吧。臣妾告退。江北宇望着出了门就像只田鼠一样迅速溜走的身影。做贼心虚。冷将军也看到了，冷妃生龙活虎，没什么事儿，这下可以放心了。微臣来主要还是担心皇上，线下见过了也就定心了。微臣告退。哼，虚情假意。退下吧。秦婉离开时回望了一眼身后巍峨的宫殿，金灿灿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隐约氤氲着些紫气，一看就是阳水和风水极好的地方。方才他去的地方是书房，而画中的宫殿是皇帝的寝殿，在书房的旁边。他试图朝那个宫殿走去，一个侍卫立马拦住了他。娘娘，您走错了，冷宫是在那个方向。来到斑驳破败掉了朱漆的大门前，两只乌鸦从枯枝上冲天而起。他推开门，咣当一声，门板居然掉了。奶奶的，这破地方他是一天都不想多待了。娘娘回来啦，饿了吧？马上就可以吃饭啦。
就这？我们中午就吃这个？啊，我们一直以来吃的就是这个呀。如果您吃腻了，下午奴婢去院子里挖点野菜给您包饺子。啊，那院子里不是有只大公鸡吗？哦，那是内务府给每个宫安排打鸣用的，让娘娘保持早起的好习惯。炖了它。啊？俩人一起在院子里吃着香喷喷的鸡肉，喝着鸡汤。今晚忽然听见柴房里传来呜呜呜的声音。啊，什么玩意儿在装神弄鬼啊？他一推门，居然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只小藏獒，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都瘦成皮包骨了。这是……又一段记忆涌入脑海。原来这只藏獒叫做发财，是原主的宠物。都说了狗仗人势，一点没错。这原主没事，连条狗也怂得很。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弱的藏獒。今晚扔给发财一只鸡腿，抱着臂看着他。从今以后，你叫雄霸。他想清楚了，既然一时半会儿离不开，那就把这里的一切当成一场游戏。这日子嘛，还是要舒舒坦坦的过的。能把这个号练好，就把这个号练好，在一边寻找回去的办法。他回到小桌前继续干饭，忽然听到门口有动静传来。皇上驾到！小芝麻还没反应过来，秦婉立刻将鸡汤藏起，端上了一碟发馊的咸菜。皇上，你怎么来了？哼，朕自己的宫殿，想来就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下意识地看了眼桌上的菜色，嘲讽了一句：你不是挺爱住这儿的吗？怎么连门都给拆了？那是质量不好，质量不好。大抵是那门知道皇上今日来，激动坏了。江北雨呲了一声，从前怎么没发现这女人这样巧言令色呢？朕过来还是为了方才的事，朕想给你赏赐，你不好意思要，但朕可不能不给。朕思虑了很久，既然你不愿意出冷宫，就决定再赐你2个伺候的小太监。你这里的确冷清了些。说完，从他身后走出了2个半大少年，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都穿着一致的太监服。从今往后，你们就是冷妃的人了。参见冷妃娘娘。狡猾的狗东西！那多谢皇上恩典。他磨了磨牙，朝他扶了扶身。不谢，朕还有事，先走了。然而，今日皇上去了冷宫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宫殿。张妃、淑妃还有喜嫔，反正他们3个是一个也不信。皇上登基不到2年，励精图治，经常批奏折到深夜，极少召集后宫的嫔妃侍寝，因此到现在都没有子嗣。有一个妃子被翻牌子，在宫里都是大新闻。他们仨只有淑妃和喜嫔被翻过牌子，一个是侍寝的时候忽然昏睡过去了，一个是侍寝的时候大殿吹了灯，俩眼一摸黑的，结束后就喝了碗避子汤。那昨日冷妃到底有没有侍寝成功？你们打听过吗？我只打听到冷妃侍寝有了一会儿，刺客才出现的，并且皇上事后没去送避子汤，会不会其实还没有侍寝？可为何皇上今日又去了他那儿？莫不是那小妖精功夫了得，让皇上念念不忘？蠢货！
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懂？皇上发那牌子，还不是看在冷将军的面子？北国都快爬到头顶上了，现在正是皇上忧虑的时候，自然希望冷将军对他尽忠，全力配合他攻打北国的。啊，还是姐姐聪明啊！爱妃昨晚也受到了惊吓，朕又怎会怪你呢？他伸出手，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拍，充满压迫感的眼神依旧盯着他。若不是爱妃及时呼喊，刺客也不会那么快落网啊。说到底，朕还需要感谢你。有名字吗？娘娘怎么叫我们，我们就叫什么名字。那好，你叫小花生。你叫小桂圆吧。哎，无他就是好记。他宫里小芝麻、小花生、小桂圆都有了，再来几个就能凑成一锅八宝粥了。冷将军到。我哥怎么来了？你们先退下吧。是。哥。门口那门怎么回事？啊，就坏了呗。赶明儿哥给你送扇金的过来。啊！容不得他拒绝，他又说：“我向皇上讨了个恩典，过来看你一眼。下个月我可能就要出征了。那哥哥你要多保重啊。”青青，你放心，你很快就能从这里出去的，谁都别想欺负你。你是我冷冽的妹妹，我要让那个男人把你捧上高高的位置，让天底下所有人都敬重你。秦婉心头涌上一阵感动，她在现代是独女，从未想过有哥哥宠爱是怎样的感觉，但爱一定是相互的。哥哥，你自己注意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宫里什么位置不重要，说实话，在这里也挺好的。我只想要你好好回来。冷冽感觉到眼前的妹妹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懂事会关心人了，不像以前一样任性，喜欢无理取闹。他伸手捏了捏妹妹消瘦的小脸。哥哥这次来还有件重要的事情。什么？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暗卫，轻功绝佳，武功高强，跟随我很多年了。今后就由他来保护你的安全，无论是刺客还是有人想要欺负你，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啊，在哪儿呢？现在就在你的屋顶上。哦，他叫什么？他叫冷影。秦婉一口盐汽水差点喷出来。什么？冷眼？属下在。哎呀呀，这是捅了美男的窝了吗？从今以后，属下一心效忠娘娘。娘娘有什么吩咐，喊属下名字，或者吹动这个哨子，属下就会出现。说着，他递给他一枚鸽哨。好了，没有其他事，哥哥就先走了。你一个人在宫里，好好照顾自己。冷冽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中有些不放心，可最终还是转身离去。送走了冷冽，秦婉闲闲地往院子里破破烂烂的躺椅上一躺，拿出了手机。他的手机是线下最新款，支持太阳能充电，所以就算没带电源充电器依然可以使用，就是没有信号和网络，并且这时间还是停留在了他来的时候。他打开相机，给自己来了张美美的自拍，然后尝试着搜索信号。喜嫔娘娘到。喜嫔？又是什么鬼？哦，是他啊。冷妹妹，冷妹妹一个人在院子里呀？有事儿？有，
当然有。听说昨晚冷妹妹伺候皇上的时候遇刺了，这不带了点点心给妹妹压压惊。嘿嘿，不该来的东西来了反而是惊吓，你说是吗？毕竟姐妹一场，恭喜妹妹又被皇上翻了牌子。当年的事，相信妹妹是不小心的，我也没有怪你了。希望妹妹能早日获得皇上的宠爱。秦婉不动声色地将手机调成了录制视频的功能，对着喜频。这里呢又没有外人，你也不必装了。当年是我推你下湖的吗？你说你早晨吃食的时候噎着了，我好心帮你拍嗝，结果我一拍你的背，你就跳下去了。喜频，你演的一出好戏呀，戏班子都没你会演。你把我害得那么惨，在冷宫待了那么久，今天又假惺惺的来看我，你安的什么心啊？那河边那么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下去了。之后我一直在昏迷，也不知道妹妹被打入了冷宫。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妹妹辩解，我说妹妹不是故意的，奈何就没有人相信我啊。哼，你那是在为我辩解吗？屎盆子都扣我头上了，还说在为我辩解？他忽然变得像万分委屈、泫然欲泣的哭诉。你说你希望我早日获得皇上的宠爱，这可能吗？昨日好不容易等来一次侍寝的机会，都被刺客搅和黄了，我连皇上的一边边都没碰到，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原来昨日她并没有成功侍寝，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机会翻身了，真是活该。冷青青，你就是个蠢货，你还想伺候皇上，你不配。实话告诉你，那日是我自己跳下去的，那又如何？你有证据证明是我自己跳下去的吗？你有办法从冷宫出去吗？你这个位置迟早就是我的。秦婉心满意足地按下了录制完成的按钮。哦，你想来冷宫啊？成全你，相信这里很快就会是你的了。你居然敢诅咒我！红茶绿茶上！一个冷宫贱婢，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绿茶朝他高高扬起了巴掌，秦婉继续懒洋洋地躺着，甚至一动未动。暗处闪电般地扑上来一只狗，就看见那只狗扑上去，直接咬断了绿茶的一根手指，还挠花了他的脸。小花生、小桂圆，这人都欺负上门了，你们还在看热闹吗？小花生、小桂圆犹豫了一下，他们其实是皇上派来监视冷宫的，但皇上又当他的面说了他们供他差遣，那他们是不是也是冷宫的太监呢？想到这里，两个人从后面出现了。喜嫔一看，脸色微微一变，没想到这里还有皇上的人，还有恶犬。红茶绿茶先撤。接着作鸟兽散。嘿嘿，我的雄霸刚才做得好棒，晚上加鸡腿。雄霸呜呜了两声，躲避他的目光，哎呀，居然有些腼腆。晚上，秦婉拿了一根很大的肉骨头放到了雄霸面前，接下来他要努力把雄霸喂胖，喂得高大威猛。娘娘，您哪来的肉啊？秦婉笑了笑，他才不会说是他安排冷饮给他去御膳房偷的。小花生、小桂圆也在纳闷儿，但见他又拿出了烧鹅、荷包肉、桂花糕、大馒头，甚至还有一坛酒。啊，快来吃啊，再不吃就要凉了。
小花生、小桂圆有点不好意思，他直接过去把他们拉过来了，一人塞了一双筷子。哎呀，快吃，来这就是一家人了啊，哪能饿着你们呀？你是说皇上的人在那里？是啊，之前2个在内宫当过差的小太监，原本没打算出来，被他叫了才出来的，没说话。行了，知道了，一会儿我派人去打听一下。那这事儿你跟本宫说，本宫怎么给你解决？难不成想让本宫杀到昭台宫给你主持公道？你跟皇上说去啊！你说他放狗咬人，宫中怎能养恶犬？就这一点就能把他撂倒了。多谢娘娘指点。他带着受伤的绿茶转身离开了。张飞翘了翘嘴角，望着他的背影，口型是蠢货。望着满桌的菜，他还是没了胃口，喊了声元翘。夜深了，秦婉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下午的视频已经保存在了手机相册里，想什么时候翻盘出冷宫，就看他什么时候想了。他继续搜索着信号，然而仍然失败了。唉，算了，早点睡吧。皇上，今日冷宫那位可有什么异常吗？娘娘没什么异常。哦，也没发生什么事吗？他们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喜嫔来闹事的事说了一下，解释清楚了，是喜嫔先让下人动手打人，冷妃娘娘被欺负了，她的狗反击，喜嫔的下人才被咬了。江北宇若有所思，方才喜嫔已经找他哭过一趟了，说是冷妃在宫里养恶犬，咬伤了他的人。他人在冷宫，恶犬也是在冷宫，怎么伤了你的人呢？喜嫔的表情凝滞了一下。哦，就这一句哦，被他说的意味深长。他抬头看向了喜嫔。臣妾该死，臣妾不该靠近冷宫的。臣妾只是听闻冷妃妹妹昨日遇了刺客，担心，所以才前去探望。臣妾下次不会去了。那你还挺讲情义。这样吧，朕明日会去看看。喜嫔万万没想到，他前去告状，竟又给那贱人迎来一次探望的机会。只希望皇上明日看到那贱人的狗，会把他杀了。何人在此喧哗？没人，本宫的一个小玩具。唉，吓死奴婢了。不过这里面怎么会发出声音？是关了个人吗？哎呀，说了你也不懂，反正这不是一个活物，就是供人消遣的一个小物件罢了。哦，既然是娘娘的宝贝，虽然觉得稀奇，小芝麻也没过多去打听，继续伺候她梳洗了。梳洗完毕，吃过早餐，秦婉觉得是时候出去寻找回去的方法了。哦耶！他用胳膊肘支着地，正要爬出来，忽然看见眼前停了一双明黄色的皂靴。皇上驾到！朕接到举报，冷妃娘娘在宫中养恶犬，没想到这恶犬居然是你啊！哎，皇上，您是皇上95之尊，但人身攻击就不太好了吧？什么人身，什么攻击？他板着一张脸。冷妃，
难道现在不应该是你跟朕交代你的这种行为吗？违反宫规，擅自离开冷宫，你堂堂一个妃子，为何要钻狗洞？这成何体统？秦婉脑瓜子转得很快，知道现在不是和他硬刚的时候，忽然哇的一声，极为委屈地哭了出来。哼，我为何要钻狗洞？我愿意钻吗？若不是没有办法了，谁愿意钻狗洞啊？都成冷宫弃妃了，还堂堂嘞，连饭都吃不上了，臣妾又能怎么样啊？你天天就给我吃馊咸菜和白粥，昨天又往我这塞了2口人，我不得管饭呀！啊！你钻狗洞是为了取些食物？秦婉越演越嗨，一双漂亮的狐狸眸，眼泪汪汪的，用袖子擦着泪水。皇上，臣妾饿，昭太公已经没米下锅了，臣妾不能让别人跟着臣妾一起饿呀。看着他把一张脸擦成了小花猫，他心有些软了，俯下身将一只手伸给了他。哭什么哭？还不快出来！秦婉犹豫了一下，看他长得不错，伸手握住了他的手。一旁的喜公公看了一眼，忍不住偷笑了一下。江北宇很快就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仍然嗔怒地瞪着他。昨天让你出来你又不出来，今天要钻狗洞出来，你自找的。秦婉低着头没说话，跟在他后面和他一起进了昭台宫。啊，娘娘，你什么时候出去的呀？再一眼看到那个穿着龙袍的男人，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奴婢去给皇上泡茶。秦婉跟着他走到厨房，看见他要拿他哥哥昨天偷偷塞给他的茶叶，连忙制止，让他直接上了2杯白水。江北宇瞥见了院子里正在用火柴棍搭狗窝的小桂圆和小花生，呵，这女人倒是精明，她监视她的人都能到她底下被安排去做苦力。抱歉，皇上，冷宫里只有白水，没有茶，您就将就一下。那是什么？狗窝。喜嫔说你养恶犬，昨日你的狗咬伤了他的人。秦婉恍然大悟，好家伙，他就说他今天怎么又来了，这是来给喜嫔主持公道的。哼，臣妾住在冷宫里，哪儿都出不去，臣妾的狗也是陪着臣妾好好待在这冷宫里，臣妾的狗怎么会咬到喜嫔的人？他说他担心你，来看望你。臣妾需要他看吗？臣妾进冷宫就是因为他。他说臣妾当初推他下湖差点死了，那按理来说应当和臣妾水火不容，又怎么会担心臣妾来看望臣妾呢？臣妾在宫中安分守己，是他上门挑衅。昨日他前来的一切前因后果，2位公公都是看在眼里的，相信皇上是明辨是非、明白事理的人，绝不会因为某些人的3言2语而有失偏颇。江北宇心想，从前怎么没有发现他还挺聪明伶牙俐齿的。他故意说道，那你的意思是朕不向着你就是不明事理，有失偏颇？无论如何，宫中不能养恶犬。恶犬吗？恶犬吗？这女人居然把藏獒抱在了怀里，那可是藏獒啊！别看它那么大只，我们家雄霸很乖的，从不乱咬人，是不是啊，雄霸？雄霸超配合的滴滴嘤嘤嘤了2声，而且这是我哥哥最喜欢的狗了。关键时刻还得要搬出他哥，他是因为要时常外出征战，才把这只狗给我养的，也是为了让他保护我。要是他回来以后，
知道他不在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江北雨听着感觉他好像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将军征战在外，他却要杀了他的爱犬。养着吧，好好拴着。谢皇上。秦婉发现这个男人还挺有人情味的，也不算太狗了。皇上要不要留下来吃午膳呀？你有吗？臣妾也就客气客气。不久，御膳房就送来了吃的，几斤牛肉、猪肉，几颗白菜，一袋鸡蛋，一袋大米，一袋面粉，一根肉骨头，还有一罐茶叶。酒足饭饱，秦婉躺在床上准备眯个下午觉。娘娘娘娘，您快出来看呀！将军让人给您送门来了，送了一扇新门，金子做的。啥？秦婉觉得自己听错了，起身跟着小芝麻走出去，往那儿一看，眼珠子都差点被闪瞎了。这没钱用的时候，从门上抠下一个钉子来，都能用好久吧？秦婉心想着，还是古人豪横啊！他家就算在现在是顶级豪门了，可他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块金子。我亲哥，这真是我亲哥呀！华尔街呀，华尔街呀！看着欢快着实的鹦鹉，不知为何就想起那女人一双狐狸眼，蓄着一大包泪水，可怜兮兮的在地上说着：“皇上，臣妾饿。”到底是哪儿变了呢？皇上，冷将军给少台宫送了一扇门，是扇金门。一扇门有什么大不了的？金的。忽然想到了什么，男人一双寒眸深沉如渊。昨日冷冽才去他那儿看过他，能给他送一扇大金门，还能让他饿着吗？哼，这诡计多端的臭丫头，一次次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冷青青，你给朕等着，朕今晚就收拾你。由于这道门太闪，冷宫装上了一扇黄金门的消息，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后宫。齐妃带着侍婢出逃来到昭台宫的时候，就看见了冷妃亲自拿着刷子在给大门上漆的画面。你为何要将这黄金做的门刷朱漆？啊，你误会了，这哪是黄金做的门啊？大家都以讹传讹，这就是普通的门，刷了一层金漆而已。这颜色我不喜欢，就换了。齐妃明显不信，伸手要去扣。啊，当心，油漆未干。哎呦，你的手那么白皙漂亮，沾着漆可就不好了。不让碰就不让碰，有什么了不起？秦婉笑笑，继续刷漆，没理他。你不认得我了吗？齐妃嘛，认得，但不熟。怎么，有事儿吗？我是丞相嫡女齐怀玉。知道啊，你有事儿吗？齐妃一下子就僵住了。不是，不过是路过来打个招呼而已。出逃，我们走。齐妃很生气，因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一想，不过是个冷宫弃妃，何必跟她生气呢？终于和小花生、小桂圆刷完了一整扇大门，秦婉累得坐在院子里。小芝麻从井水里拉起了一个冰镇大西瓜，切了拿了一块给她。小花生和小桂圆觉得，自从来了冷宫，他们的日子过得可太好了。秦婉一边吃着冰爽的西瓜，趁着阳光好，
一边把手机拿出来放在石桌上，太阳能充电。这里面有个人。小花生也朝他的手机看去。娘娘，您不是说这里没人吗？啊，是没人啊，一个画像而已。秦婉摁亮屏幕，大大方方地展示给他们看他的手机屏保，是他的爱豆王耶波。这话倒是栩栩如生。怎么是个男子呢？秦婉没有在意，毕竟是在后宫。抬起手机，随手自拍了一张，不动声色地把壁纸换成了自己的自拍。什么？冷妃身上偷偷藏着男人的画像？哎，这下可算是被他逮到机会了。皇上，该翻牌子了。冷妃的牌子呢？冷妃娘娘在冷宫，她的牌子也要加上吗？朕什么时候下过旨撤掉冷妃的牌子？哼，狡猾的像狐狸一样的女人，今晚朕就跟你算总账。这一次朕倒要看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娘娘，告诉你个好消息，皇上又翻您的牌子啦！秦婉脑子里嗡的一下，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是什么？他还来啊！恭喜娘娘，贺喜娘娘！这次机会您可要好好把握，说不定您就能出冷宫了。秦婉苦笑了一下，哎呀，这可咋整啊？上回是打晕了他，这回可咋整啊？脑子里想了无数个拒绝侍寝的方法，可忽然灵光一闪，他之前穿过来的时候就是在那狗皇帝的寝殿里，回去的方法会不会也在那里呢？除了侍寝，他目前也没机会进入那里，会不会去了那里，到了那天晚上出现的时间，他又咻的一下回去了呢？想到这里，他倏地睁眼，去，今晚下刀子他也要去，不过嘛，嘿嘿嘿嘿嘿。哎，这龙床还挺舒服的，等回去给爷爷安排一个，他一定会喜欢。就照这个规格打。他拿出手机，兴高采烈地对着龙床拍着。忽然，床帐子被掀开了，一道颀长的明黄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嘿嘿，皇上，您来啦！江北宇负手而立，望着那张猴屁股一样的脸，眉头微不可见的一蹙。皇上，您怎么才来呀？人家等了你好久好久呀。果然，眼看着这男人的眉眼间的嫌弃更浓了。皇上，您快来呀，被窝臣妾已经帮你暖好了。现在是夏天，不用暖被窝。江北宇面无表情，心想这怎么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他方才批折子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折子里塞了一张字条，举报冷妃和野男人苟且，还随身携带着男人的画像。这一切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所以让他侍寝的时候他打晕了他，留在冷宫是为了方便和野男人苟且，钻狗洞也是为了私会野男人。哼，就看你还能装到几时吧。皇上，臣妾好想你，臣妾好喜欢你，臣妾要跟你生娃娃。他故意撅着一张大红唇朝他的脸亲下去。江北宇终于破防了，他一把将他推开。你别碰朕！你不喜欢臣妾，为什么还要娶臣妾？为
为什么还要翻臣妾的牌子，让臣妾侍寝呢？你知道臣妾今晚有多么开心吗？你知道换来的却是皇上如此的冷漠与嫌弃。他一边哭诉着，一边等待着。他已经竭力作妖拖延了那么长时间了，9点半怎么还没到呢？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时终于听到门外打更的声音，他如闻天籁，连哭声都一下子停滞了。亥时2刻，他就是这个时间不小心来的，心脏砰砰砰地跳得很快。他拿出手机看了眼，手机上停住的时间已经和现在的时间重合了。他心里默念着：消失，消失，请让我原地消失吧。多希望眼一睁一闭，他就回到了家里舒舒服服的客厅。然而等他睁开眼，什么都没有发生。再看了眼手机，他察觉到有些不对了。我靠，他看到了什么？啊 ，WiFi 信号！返回设置看了眼，是他家客厅里的 WiFi。他的手指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这狗皇帝寝殿里居然连得上他家客厅的 WiFi， 那说明这2个地方的空间或许是重合的。他正试图发一条信息看看 WiFi 能不能用，手上一空，手机忽然被男人抢去了。哼，朕听闻冷妃随身携带着一个男人的画像，在一个巴掌大的黑色扁盒里，想必就是这个了吧。手机有抬起唤醒功能，这时候屏幕刚好亮起，他转眸一看，是他自己。他看了看画像上的美人，又看了看对面故意把脸弄得乌七八糟的女人，眸光变得意味深长。呵呵，故意扮丑是吗？哼，是谁在污蔑臣妾？皇上看清楚了，这画像上的人是臣妾自己，可不是别人。臣妾一心只有皇上，一心只爱着皇上，又怎么会有别的男人的画像？一心只有朕，一心只爱着朕。方才朕因为那件事觉得心里不舒服，现在嘛，误会已经解除了，的确是有人在污蔑爱妃。他一边徐徐说着，一边用指腹一点点擦去他脸上的腮红和口脂，直到那张清秀的小脸再次浮现。他的呼吸越来越近，近到他鼻尖一直萦绕着男人身上霸道的裹挟着荷尔蒙气息的龙涎香味道。冷妃，你可以侍寝了。今晚犹如当头棒喝，要不再给他脑门子上来一下？酒足消消乐就消消乐了，反正消的又不是他的酒足。可一想到下午刚给他送了扇大金门的哥哥，他终归还是下不去手。哎，算了，就当会所睡男模了。都是成年人了，谁怕谁啊？他长得还挺好看的，不吃亏。那皇上，臣妾来了。姐姐，你得到消息没？昨晚冷妃又侍寝了。怕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侍寝了如何？没侍寝又如何？他人还没出冷宫呢，你就慌成了这样子，自乱阵脚。我是怕。哼。就算出了冷宫，他有证据证明当初是你自己跳湖嫁祸于他吗？这件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根本不可能为自己翻案的，只能哑巴吃黄连。况且就算他心怀怨恨，他敢动你，敢报复于你吗？
如果他感动你，你不就又有了2次把他送回冷宫的理由吗？善妒是大忌，皇上可是最讨厌在后宫制造不睦、善妒的女人。但愿如此吧，只希望那个女人一辈子住在冷宫里。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昨日有人让皇上身边的茶室偷偷往奏折里夹了一张弹劾娘娘的纸。是谁？西嫔。切，他这是恶狗下茅房，上赶着找死啊！哼，不急，本宫这就送你归西。皇上，冷妃娘娘求见。不见。冷妃娘娘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您。她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江北宇想晾他一会儿，批完手上的折子再说。可一想到昨晚不见他，又感觉心烦意乱。让他进来。不一会儿，冷清清从门外施施然地走了进来。你有何事见朕？臣妾说过，臣妾当初是被人陷害才被皇上打入冷宫的，现在臣妾已经找到能够自证清白的证据了。你能有何证据？那是自然。什么证据？秦婉朝他走去，回想起昨晚，他警铃大作，立即道：你这是要干嘛？把证据呈给皇上看啊，这份证据需要皇上亲眼过目。他走到江北宇的书桌前，淡定地把按下视频播放键的手机放到江北宇面前。皇上且看。喜嫔？若非要维护君主威仪，只怕他要跳到龙椅上来了。他为何会出现在这个盒子里面？这是一个能实现情景再现的宝物。毕竟这狗皇帝之前也没接触过手机，可能会质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秦婉决定当着他的面再跟他演示一遍，他能够把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一遍。他说着打开了重新录制视频的按钮，切换到了自拍模式，凑到江北宇身侧开始录制。那就比如现在，他将镜头对准他和江北宇，捏着手指比了一个爱心，眨了眨一只眼睛，说了句：皇上，臣妾爱你哦。点击录制完成，再将视频回放给他看，江北宇居然在那个盒子里也看到了自己。江北宇一脸见了鬼的表情，指着那个手机怒斥：妖物，摄走了朕的精魂！秦婉忍住不笑，这跟清朝人第一次照相的反应一模一样。哎呀，愚昧的古人哟！皇上不必惊慌，这只是一个能记录发生过的事情的小物件而已，对皇上的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皇上刚才也看见了，只要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都能被这个东西记录和重现。现在我们来看喜嫔自己说的话吧。他又切回了上一段视频，镜头怼着喜嫔那张大脸。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也不必装了。你想来冷宫啊？当年是我推你下湖的吗？视频有几分钟，怕他看着没耐心，他直接快进到最后。你就是个蠢货，你就是个蠢货，还想伺候皇上？你还想伺候皇上？你不配，你不配。实话告诉你，我自己跳下去的，是我自己跳下去的。那又如何？你有证据证明？你有证据证明吗？是我自己跳下去的吗？你有办法从冷宫出去？你有办法从冷宫出去吗？你这个位置，迟早就是我的。江北宇的脸色从原本的不屑到错愕意外，再到最后狠狠地沉了下来。他把完整的视频又看了一遍，下颌的线条明显紧绷了起来，脸色漆黑的像块炭。那你就这样一声不吭的在冷宫待了那么久？
秦婉心想，那还不是因为冷清清太脆皮了吗？嘿嘿，到那时候，大量北国士兵伤口感染，对方一定会投降来换取解药。那你想要和，那我们肯定要补偿啊，价格多少，我们来开。冷冽和江北宇对望了一眼，表情明显都在质疑。长矛沾上粪便，只要一点点伤口，就能让对方致命。对啊，反正在出征前往长矛上抹一点粪便，也就是随手的事情。哥哥可以让大家伙试试看，就知道效果了。荒唐，怎能在出征前干这种事？说出去，怕是要笑掉人大牙。既然此事鲜为人知，你又如何知晓？臣妾在冷宫将近1年时间，闲来无事，就每日翻阅古籍。反正穿越女不都是这么回答吗？害怕他让他拿出看的是哪本书，他赶紧又说：这是我偶然翻到的，哪本书上看的忘记了。荒唐，你以为打仗是在过家家？冷冽害怕皇上发火治罪，连忙制止了。江北宇眸光深邃，他看了眼他手上拿着的方才那个黑色盒子，不知道在想什么。须臾对冷冽开口：冷将军试试吧。冷冽意外，秦婉也有些意外。只是若此方法奏效，对方也用这个方法来对付我们，又当如何呢？哎呀，没事儿，我知道破解之法，但我建议不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那就这样办吧。冷冽看了眼秦婉，不知道说什么，最终还是说了句是之后，冷冽离开，秦婉也回了招台宫。这狗皇帝效率可是真快，下午的时候他就接到圣旨，称皇上已查明先前他谋害喜嫔一事是被人构陷，让他即日搬回荣华殿，接着召见了喜嫔。整个后宫大为震惊。奴婢参见娘娘，恭喜娘娘回宫。平身，都起来吧。他目光扫过眼前的宫人们，不忘先立个威。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大家相处起来可以随意一点，愿意把这当成家，跟本宫一条心的，本宫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但要想吃里扒外的，本宫不但能把你的锅砸了，还能把你的牙打了。听到了吗？听到了。行了，都各自去忙吧。正当秦婉美滋滋喝着珍珠奶茶时，听到门外下人唱道：皇上驾到！什么？这家伙怎么又来了？皇上，您又来啦。哟，你貌似不是很欢迎朕呢。那可不是吗？没有，皇上，您大老远过来我这儿辛苦了，这是我刚买的珍珠奶茶，您尝尝。我给南哥也买2杯。朕过来是有一事要问你。何事啊？朕想问问，你那黑色的盒子究竟是何物？宝物。此宝物从何而来呢？江北宇深邃中带着探寻的眸光望着他，他只看到了此宝物在军事上的重要价值，可以瞬间记录下场景，这样两军对战时，只要在高处拍下一张画，那对方的布局防守一目了然，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臣妾不偷不抢，此宝物是臣妾偶然所得，皇上为何要用这种眼神看着臣妾？朕只是好奇，你先前一直在冷宫，又从哪里偶然所得这件宝物呢？是臣妾的陪嫁，先前皇上从来不关心臣妾，也从来不爱护臣妾，
视臣妾于无物，又怎么会了解呢？江北宇一噎，竟无从反驳。那朕长话短说，你那宝物可否借朕观想一阵？不行。秦婉拒绝得很干脆，里面都是他的隐私，还存了不少18禁，怎么可能给他看？他疯了吗？朕是想找一些手脚伶俐的能工巧匠，研制出类似的宝物。既然要研制，肯定要拆开，万一弄坏了怎么办？他才不会相信凭古代的技术和那些工匠的能力可以研制出一模一样的来。朕可以给你赏赐，你想要什么尽管提。臣妾不要赏赐。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是朕能满足你的，你都可以提。这狗皇帝该不会想卖身吧？退！反正这手机是不可能给他的，坚决不能给。皇上，不要再逼臣妾了好不好？这样东西对臣妾也很重要。君子不夺人所爱，相信皇上不是那种仗着身份掠夺的人，对吗？看着他害怕东西被抢走，委屈又可怜的模样，江北宇一下子就觉得他真该死啊！一个男人怎么能对自己女人的东西动心思呢？哭什么？朕不要了，朕就是提一嘴，你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就算了，哪里会逼你？皇上最好了呢。行了，朕走了。不知为何，看着他失落离开的背影，秦婉竟有一点点难过。这样难过的心情只是一闪而过，他劝说自己别圣母。毕竟这个东西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他也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到回去的方法。这里虽然新奇有趣，当做旅游玩玩还好，他可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接下来他要想办法去他寝宫里连 WiFi， 看看能不能和原来世界取得联系。今天就算了，太累了，还是歇会儿吧。皇上，后宫传闻冷妃娘娘的宫殿里闹鬼，娘娘们请求找个道士去荣华殿看看。朗朗乾坤，朝朝日月，这世界上哪来的鬼啊？其实他已经问过了小花生和小桂圆，发出声音的正是他那宝物，就是那个扁扁的奇怪的黑盒子。既然那个盒子能实现情景再现，想来是他从前听曲儿的时候录下来的，能发出唱歌的声音也不奇怪。是。这一处就是皇上的寝殿了。终于到了。秦婉拿出手机开始搜索信号，然而却没有。应该就是在这附近了。他往几个方向都试了一下，顺着信号感应最强的地方挪动着。我去，连上了！我去，皇帝！来！眼见着男人要喊人了，他下意识的就凑上去，直接堵住了他的嘴。他翻车就翻车了，必须为冷饮争取逃跑的时间，别害得他也被抓了。他可不是猪队友。他将头套和脸上的面罩一拉。皇上，是我呀！冷妃？毕竟屋顶被踩破了，这么大的动静，担心刺客入寝，齐公公还是带着一干侍卫破门而入。但他们冲进来，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公公，没事儿，我找皇上有点事情。
喜公公看了眼皇上，觉得眼前的画面实在非礼勿视，立刻又带着侍卫们离开了。门重新被关上，冷清清略微松了口气。冷清清，你最好找朕有事。臣妾。秦婉根本不敢看他，更不敢低头，因为那浴桶里只漂浮着一些花瓣和薄荷叶，底下的东西若隐若现。都怪臣妾过于思慕皇上，没见到皇上，臣妾一口饭也没吃，一口水都喝不下。本想偷偷看皇上一眼，就看一眼就走，岂料这屋顶的瓦片质量太差，臣妾居然掉下来了。这就是你说的有事？这当然不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是过来连 WiFi 想办法回去的嘛。啊，等等，他的手机！要死了要死了，别进水了！他连忙在浴桶里捞啊捞，忽然抓到坚硬一物，看见男人的脸色更黑了。冷清清！他连忙松手。啊，皇上，臣妾不是故意的，臣妾的宝物不见了。说清楚，你闯入朕的寝宫，目的是什么？不说清楚，朕就把你的宝物丢出去。臣妾真的好想你嘛，又不敢打扰你。皇上今天没翻臣妾的牌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翻臣妾的牌子。你不来见臣妾，臣妾只能偷偷来看你嘛。你说的见朕，就是来房顶偷窥朕洗澡？谁知道你在洗澡啊？再说了，我是你的妃子，偷窥你又怎么了嘛？你走开，你都要把朕的腿压断了。秦婉这才发现，原来刚才一直坐在他腿上，连忙往后退了退。男人耳尖微红，脸上浮过一抹不自在，似在思索。真的是因为想朕？他点头如捣蒜，他这才把他的手机还给他。看够了吗？穿上衣服滚回去。谢皇上。现在什么时辰了？回皇上，申时一刻了。难怪朕肚子都有些饿了。皇上，御膳房采购了些新式小食，您尝尝。对了，冷妃现在在干嘛？这个时间，娘娘应该在御花园遛狗呢。江北雨忽的一下起身。皇上要去御花园找冷妃娘娘。谁去找她呀？朕是去看看朕在御花园里养的几株名贵牡丹，别被狗给刨了。这时秦婉正牵着狗在慢跑着，却不知暗处一个小太监看到那一人一狗的身影徐徐靠近，一边给白雕喂食，一边把白雕往路这边引来。秦婉听到一声雕鸣，抬起头看到不远处那只雕的时候，揉了揉眼睛。哎，看过《神雕侠侣》吗？对，没错，就是像里面杨过身边的那只雕一样大。它收起了翅膀，大摇大摆的，像个人一样的在走路。啊，雄霸，快躲开！敢欺负我的雄霸，看老娘不揍死你！臭雕，我管你主人是谁，以后见到老娘乖一点，不然就把你炖了吃掉，听见了没啊？你这么肥，应该够炖好几锅了吧？朕的宠物，你欺负够了没啊？啊，原来这是皇上的宠物啊！失敬失敬。
他落落大方地起身，张开手，手上几根羽毛随之散落在地。你就这样欺负朕的雕？是他欺负臣妾的狗在先的，臣妾方才在遛狗，没有招惹任何人，是这只雕大老远的飞过来就要啄臣妾的狗。臣妾这是正当防卫，相信在场只要长眼睛的都能看到。你的意思是朕没长眼睛？是朕在冤枉你吗？没有啊，臣妾只是客观表述了一下事实。当然，如果皇上想要抛开事实不谈，不讲道理，想要责罚臣妾欺负了你的雕，那便想怎么罚就怎么罚吧。哼，朕要罚你就是朕不讲道理。冷妃，你是懂得给朕定罪的，你哥都不敢这样跟朕说话。那我哥还不敢给皇上示锦呢，我怎么敢？江北雨虽然怒斥着他，可他眼见着他耳尖一红，脸上露出一抹不自在。罢了，算朕倒霉。既然你已经教训过这个畜生，那么这畜生的过错也就此抵消，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但是他看了眼他那只傻雕，既然你已经知道这是朕的雕，那以后就不许再欺负他了，听到没？当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雕也一样。听到主人居然不罚他，白雕猛地摇头，又往前朝他走了2步，用翅膀捋了捋他的袖子，呜呜呜地撒着娇，眼睛里鼓了一大包泪，想让他给他出气。江北雨直接把这个现眼包一推。今日是谁负责伺候小白的？重打20大板子。皇上，是齐妃娘娘叫奴才这么做的，奴才不做就要把奴才的妹妹卖到青楼。齐妃？你有何证据证明是齐妃指使？小太监摇了摇头，不过是一件小事儿，臣妾和皇上都没什么损失。皇上平日里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就不必为了此事费心了。想不到冷妃竟然如此大度。哼，不过一码归一码，朕最讨厌这种在背后搞小动作，把后宫搅得乌烟瘴气的人。更何况他利用的还是朕的爱宠。此事朕会查下去。爱妃今日受惊了，早点回去歇息吧。到底会是谁呢？不行，你不能进去，我们娘娘还没起呢。哼，你骗谁呢？这个点儿，驴都拉完3盘磨了，猪也满窝打滚了，怎么可能还没睡醒呢？哎，我说本宫起得晚也没吃你家大米，犯不着人身攻击吧。齐妃朝他看了过来，见他神色倦懒，青丝松散，身上穿着寝衣，的确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出逃，掌嘴。掌谁？你自己。哦，出逃真的打了自己2个耳刮子，很干脆。这样可以了吗？你有事儿吗？昨天的事，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不是我没那么无聊。这件事儿是皇上在查，你不用跟我解释。你我2人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我也不想你被有心之人利用，挑起我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我还是特意过来给你解释一声。我最讨厌被人误会。放心，我没那么傻。秦婉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同了，他挺喜欢他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而且他这种谁都看不起的样子也蛮酷的。你相信我？就算不是你，那也是和你有关，而且我相信你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证据。我去洗漱了。
是夜，月黑风高。秦婉换上了一套小太监的衣服，借着夜色的掩映，她悄悄潜入了狗皇帝的寝殿。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花50两银子的巨款买通了当晚当值的一个小太监青丘，条件就是替他当1个时辰的值。寝殿安安静静的，狗皇帝还没来，不过寝殿里当值的太监还是笔直的站岗。秦婉见没人注意，偷偷从袖子里摸出了手机，解锁屏幕，他看见了一下子跳出的 WiFi 图标，网络自动连上了。他激动的手指蓦地一颤抖，马上点开了绿色的某信图标。他下意识的自然是第一个联系他的冤种闺蜜马叔叔。救命啊！他摁下发送键，那条消息在不停地转圈圈。难道是网络不好？他等了将近1分钟，那个圈圈还在不停地转。他又打开了抖音，奇怪的是，视频播放流畅，一个又一个视频刷过去，视频不见卡顿，可是切回某信页面，那条消息仍然没有发出去。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难道这个空间有结界，不让他和原世界取得联系？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他的眸子一直盯着他的手机屏幕，这时候发现屏幕上原本一直定格的那个时间显示分针的地方突然翻了一页。啊！我去！他手机上的时间从这些天来一直定格着的21点30分变成了21点31分。原来他手机上的时间是会变的。他从来这边到现在差不多过了12天，也就是说，这个时空里的12天相当于原世界的1分钟。正想着，他听到门外一阵声音传来，往外一瞥，只见10几个提着灯笼的工人簇拥着一道明黄色的身影走进了寝殿。来福。皇上，来福今日身体不适，当值的是青丘。叫他过来。上去伺候皇上洗脚。他就是个倒霉鬼，这狗皇帝怎么就指了他去伺候脱靴呢？小太监正抬着他的脚泡进水里，而他忽然一眼瞥见小太监一双白嫩睾腕上带着一个似曾相识的银镯。抬起头来。秦婉心头10000只草泥马呼啸而过，这不得完犊子呀！嘿嘿嘿，皇上，又是臣妾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怎么又是你？因为臣妾又想皇上了，见不着皇上，臣妾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在怀疑朕的智商吗？既然想念朕，为何大白天不见你人影？你分明可以正大光明的来找朕，比如过来给朕送一点点心或者茶，再或者你亲手做的绣品，你为何非要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出现在朕的寝殿呢？他越说越生气，越说越觉得他的话难以信服。如果朕信你，你就会把朕当成傻子，一次次把朕玩弄于股掌之上。说，你偷偷潜入朕的寝殿，到底有什么目的？秦婉都要哭出来了，他的目的就是连 WiFi 求救，找方法回去啊。臣妾的目的已经说了，皇上信不信随意。朕说了，朕不信。那就把臣妾杀了呀，杀了臣妾，一了百了。你以为你只代表你自己吗，冷清清？一旦你有问题，
你的兄长、父亲，你的全部族人都要陪你去死，你知道吗？臣妾就是没问题，所以才不用担心。皇上生气了，或者看臣妾不顺眼，这没什么，总不至于因为臣妾过分思念皇上而潜入了皇上的寝殿，就把臣妾的全族都杀了吧？你还不老实？都怪朕从前太过善良，对你太过于信任纵容，才让你一次次的肆意妄为。哼，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身为后宫妃嫔，更应当遵守宫规。就算你没有什么，妃嫔私自潜入皇帝寝宫也是罪。来人，把冷妃押下去，禁足。没有朕的命令，谁都无法探视。今晚什么话都没说，脸上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这样任由侍卫架起他拖了出去。江北宇望着他被拖走的身影，凤眸眯起，胸膛起伏了一下。他也不愿意相信他别有目的，希望这一切如他所言，是思念他才扮成小太监偷偷潜入他的寝殿。但是现在是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他哥又是将军，他不得不这么做。万一他真是细作，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只能暂时将他软禁，阻断他与任何人的一切交流。此事需不需要汇报给将军，让他想办法救你？不必，我这还算凑合，我哥他打仗了，别打扰他。哎，这事儿你千万别跟我哥说，等他打完仗回来再说吧。那您想吃什么？明日属下再给您去御膳房偷。对了，明日给我偷个酱肘子来，炸鸡有点腻了，吃了嘴巴干。有水果的话给我来几个，橘子就好了，不用洗，挑大的啊。冷影嗯了一声就消失了。有人来了。江北宇在书房批完折子，正打算入寝，在路上瞥见角落的那间屋子里散发着暗淡的橘色光线。3天了，这女人被关在这里面一声不吭。他让暗无伤底下的暗卫去查过，没有查出冷家上下和来往的人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难道真的只是误会？推门进去，他隐约闻到空气中有炸鸡的味道。身后藏着什么？没什么。你要想从这里出去，就跟朕说实话。不出去了，这里也挺好的，冬暖夏凉。什么？啊？臣妾说什么你都不信，不出去了。臣妾从来没有害过皇上，也从来没有做任何出卖江国、对江国不利的事儿，无愧于心。既然皇上认为臣妾偷偷潜入皇上寝宫有违宫规，该罚，那罚便罚了。男人徐徐伏下了身子，伸手随意捻掉了他粉腮上的小渣渣。那你嘴边的又是何物？出其不意，他长臂一伸，伸到了秦婉的身后。这是什么？这是臣妾给皇上绣的香囊。上次皇上说臣妾应该给皇上送臣妾亲手做的绣品，而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跑来看皇上，臣妾就绣了。这里光线不好，臣妾绣得慢，还经常扎到手。原本想等绣完再交给皇上，没想到居然被皇上发现了。说话时他一直低着头，声音小小的，酿着委屈。江北宇感觉到胸口一震，违心地说：绣得很好，只是你绣给朕的，为什么要在上面绣一条虫呢？
啊，皇上，这是一条龙啊！这龙，你绣完再给朕吧。嘿，小样，这还拿不下你啊！等明日，朕派人送几盏亮些的灯来。今日天晚了，你早点休息吧。他点点头，他一起身，正要离开。皇上，臣妾想吃大西瓜，想吃酱肘子。男人没有说话。第二日一上午，秦婉就如愿以偿地吃到了冰镇的大西瓜、酱肘子，却不知他正美美啃着大肘子的时候，几个后宫妃嫔又在集会了。哎呀，那狐狸精也有翻车的时候啊，真是活该。还是姐姐英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的意思啊，是之前姐姐就预测过，那个女人很快就会失宠，变得啥也不是。姐姐啊，真是英明。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冷妃之所以被皇上责罚，是因为偷偷潜入了皇上的寝殿。这件事情嘛，可大可小。往大了说，他可能在窃取机密，整个冷家都能被他拖下水。往小了说，这就是帝妃情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在朝中推波助澜，弹劾冷将军通敌，才能有机会彻底将他钉死。可是光弹劾有什么用啊？没有证据啊。哼，弹劾就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刀。冷将军如若战败，不就坐实了罪名？那万一冷将军没有战败呢？看来你们对朝政时局是一点也不关心啊。此番北国采用了新锐兵器，锐不可当，锋利无比。冷将军拿着我们的老式兵器去跟人家拼，那堆破铜烂铁怎么可能会赢？秦婉吃了酱肘子和大西瓜，打了个饱嗝。这时候看着大门忽然打开了。这时鱼贯走进一群工人，搬进了一张软榻、书桌、书架，几盏明亮的灯，绿植摆件，甚至连雄霸也给他牵过来了。由于你的兄长是将军，现在时局敏感，你潜入朕的寝宫容易惹人猜疑，所以在与北国一战结束前，朕只能把你安排在这儿。这门外有朕的人看守，除了朕，隔绝了你和任何人的交流，这样是保全你和冷家的方法，你明白吗？秦婉点了点头。朕每日都会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朕说。嘿，皇上，你人还怪好的嘞。别贫。他看了眼桌子，上面是空荡荡的大盘子，他有些意外，因为那酱肘子起码有2斤。都吃了。吃。西瓜甜吗？甜。看着他毛茸茸的脑袋和有点傻乎乎的样子，他伸手抓了抓他的脑袋。朕走了。这狗皇帝走是走了，黄昏的时候又来了。朕来问问你，还有什么需求吗？皇上，雄霸是大型犬，每天都需要人遛一遛的，可否找个人帮臣妾遛一下？给朕吧。陆雄赳赳气昂昂，那只白雕看见了，直接气得哇呜了一声，一头扎进了树丛里。皇上，臣听闻冷将军与敌国将军李治在战场上耳语，之后我们就无故退兵。原本那一仗我们胜利在望，这突然退兵，也不知是何缘由。是啊，自冷将军出征以来，师弟一直久攻不下，
好不容易才看到胜利的曙光，这个制胜的机会却被冷将军轻易丢弃了，导致我方士气低落。希望冷将军能给一个说法。就是啊，臣还听闻这冷将军的妹妹冷妃还曾偷偷潜入皇上的寝殿，也不知是不是在帮他兄长窃取什么机密，让人不得不怀疑啊。哼，朕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朕的后宫之事，诸位都如此了如指掌了。一双冷锐的眸子划过诸臣，不怒而自威。冷妃替他兄长窃取情报，不瞒诸位，朕与冷妃情感甚笃，所以冷妃近日一直居住在朕的长青殿，从未出去过。除了朕，她也没有接触到任何人，根本没有传递情报的机会。至于冷将军是否通敌，朕相信冷将军自有他的战术，他会用战功给大家一个答案。现在说什么都言之过早，结果如何，大家拭目以待。在这一战结束前，朕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冷将军的弹劾。诸位，还有其他事要奏吗？几位大臣暗中交换了一下眼色，有皇上这句话，他们就放心了。冷妃，哎呀，不是说一天来看一次吗？怎么他一天往这跑个17、8趟啊？皇上下朝啦，累不累啊？有茶吗？秦婉是没有喝茶叶的习惯的，不过喜爱喝果茶。茶壶里刚好泡着他起来后泡的金桔柠檬茶，就给他倒了一杯。江北雨接了过来。凉的？怎么这么酸呢？古有勾践卧薪尝胆，如今臣妾关在这小黑屋之中，就每日喝些酸的自省。你啃大肘子和吃西瓜的时候也在自省吗？皇上，臣妾自省归自省，饭总归是要吃的呀。有道理。余光瞟见他书桌上的正字，在练字。臣妾在记录呢。今日是臣妾被皇上关在这小黑屋的第5天。想出去？秦婉没说话，继续搓着自己的裙带子。不过从他黯然的神色和根根垂敛的长睫就知道答案了，心头猝不及防地涌上一阵心疼。这丫头傻傻的，当初被人陷害，被他打入冷宫，也是这样闷声不吭地数着日子过。怎么样，后悔吗？秦婉是只见识过现代绿茶是怎么把直男们迷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的，在后宫生存，要想混得好，自然要效仿一二。不后悔，臣妾怎么会后悔呢？臣妾只知道想皇上了，臣妾就来了，身体已经代替臣妾做了决定，臣妾只怕到下一次，臣妾还是会这样做。话音刚落，忽然被男人猛地拉进怀里。除了自己妹妹小时候外，江北雨其实还没有主动抱过女人，所以动作有点生硬，但抱到她时居然有种踏实的感觉。下次你直接过来，不用偷偷摸摸的。你是朕的妃子，来看望朕，天经地义。最后多说一句，瓜子6万6就能买宝马，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哎呀妈呀，这果然好使啊！直男对柔柔弱弱的绿茶果然毫无抵抗力。其实要是搁他自己，对方关了他，还来了句后悔吗？他早就一个大背兜子伺候上了。皇上，该去处理正事了吧？别在臣妾这里浪费太多时间。绿茶技能用过了，接下来就要开启贤妃模式，让皇上觉得自己识大体。
果然，男人大为所动，深深凝了他一眼。那朕先去书房批折子了。爱妃。再次见到冷清清的时候，江北宇眼眸里满是炽热。秦婉已经回到舒舒服服的荣华殿，一旁宫女摇着扇，而他正在剥着一颗新鲜的冰镇荔枝。多亏你的计策，现在江国大败，正在与我们和谈。哦，所以皇上想到要讹点对方什么了吗？这个朕到时候再与众臣商议。爱妃想要什么奖赏？臣妾的奖赏不重要。如此大功，朕肯定要赏的。既然爱妃如此谦虚，那朕就随便赏些了。接着一队工人鱼贯而入，每个手上端着的托盘里都盛着宝贝。秦婉斜睨了一眼，看到打头的是一盘胖胖的小金元宝，一盘小银元宝，古董花瓶、玉器、金钗、手镯。秦婉当即就忍不住咧嘴笑了。还有一事，就是爱妃可知道如何调配出解药？这个臣妾自然知道，就是这道工序复杂，需要3-5日的时间。可以，双方正在谈判，我们刚好趁这个时间准备解药。除此之外，臣妾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什么条件？臣妾今晚想去皇上寝殿。嗡的一下，闻言江北宇的耳朵一下就红了。你成何体统？最后4个字的声音很小，竟带着几分宠溺。你想来便来吧。秦婉一脸蒙圈，这货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他只是想不用偷偷摸摸的，想要光明正大的去他的寝殿连他家客厅的 WiFi 呀。上回刚刚连上，还没琢磨明白呢，就被他点过去洗脚了，然后翻车，直接小黑屋里11日游了。哎，不管了，反正这狗皇帝给妃嫔翻牌也是被迫营业，只要他不主动，绝对无事发生。什么时辰了？皇上，戌时2刻了。直到亥时，忽然听见门推开的声音，几个工人喊了句娘娘，秦婉款款而入。而秦婉竟随身带了个小马扎，直接在他床头放下，坐了下来。你这是为何？皇上，您睡您的，借宝地一用，臣妾一会儿就回去，不打扰您。你不是来侍寝的？不是啊，臣妾只说今天晚上要来皇上寝殿，何时说过要侍寝？他解锁手机，发现 WiFi 自动连上了。其实他也不想坐在他床头，可谁叫这信号最好呢？江北宇感觉到困惑，并大为不解，感觉像是被耍了一样。可一看那女人捧着那黑色的盒子，已经聚精会神，投入的鼓捣起来了。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差一点到亥时2刻。他看了一下某信，之前的消息居然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出去了。不过过去了12天，依然没有收到闺蜜的回复。他点开了短视频平台，网络流畅，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刷视频，然后打开搜索引擎，发现也可以正常的搜索。为了避免之前的记忆有疏漏，他再次搜索了一下青霉素的提取方法，将步骤截屏保存到相册，之后返回了主屏幕。他紧紧盯着上面的时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外面传来打更的声音，这一次他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显示时间的地方跳动了，又翻过了一页，
从这些天来一直定格着的21点31分，又变成了21点32分。这下他确定了，这两个世界虽然共享着一个空间，但是时间换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12天，相当于他现代世界里的1分钟。秦婉，好端端的，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穿越了。我穿越到我家客厅的画里了，这里和我家客厅共享一个空间，12天相当于现实世界的1分钟。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去，帮我想办法。现在第一时间去我家客厅，救我！发完这些消息，她略微松了口气。不管闺蜜有没有办法，这件事儿总算是对人说出去了，心里会好受一些。而且闺蜜也是高学历高智商的白富美，现在又多了一个人帮她想办法。闺蜜跟她住在同一个别墅小区，就在旁边隔着几栋，最快3分钟就能到她家了。而且她给她录过人脸识别系统，可以直接进来。也就是说，她也只需要再等36天，就能等到闺蜜到她家客厅救她。说不定闺蜜能发现异常，帮她找到破解之法。她那边正在慷慨激昂地给闺蜜发着求救短信，没发现旁边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正在审视着她。你在做什么？为何你那黑盒子还能发出奇怪的声响？臣妾在刷视频呢。反正来都来了，不如刷会儿视频再回去，这段时间可闷死她了。可好死不死，这个视频刚好是一个敞着上身的肌肉美男，还白白净净的，真好看呢，一看就是他的菜。冷清清，别人没有冤枉你，你果然偷藏别的男人的画像，在朕的面前你还在看这种不干不净的东西。没有啊，皇上，这是人家发的，这人我都不认识啊。视频一下就滑走了，下个视频是美食，他松了口气。人家发的是什么意思？你上来。他只能上来，坐在他身边。那只握着手机的手被他的那只大掌缚住了。他模仿着他刚才的样子，用大拇指在屏幕上轻轻一划。下一个视频是：家人们，谁懂啊？家人？谁跟你是家人？大胆！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看了几个视频后，他忍不住开口：你这黑色的小盒子还挺别致的，有趣儿。为何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人在里面？这就是那个宝物别致的地方了，就像一个天眼一样，让你足不出户可以看到这世间千奇百怪的地方，并且都是随机出现的。刚才那个也是，臣妾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男人。江北宇勉强相信了他的说辞，一个一个视频刷下去，看得入了迷。而他看着看着，秦婉发现他不知不觉被他圈到了怀里去了。他衣袂里散发着身上沐浴过的淡淡暖香，而透着松松垮垮系着的锦衣素带。秦婉发现狗皇帝的身材和肌肉好像比刚才看到的男菩萨还要白皙漂亮。正想着，那身漂亮的肌肉就在眼前，在那身单薄的秋香色锦衣里，像一只钩子一样勾着他。朦胧最美呀，脑袋里刹那涌上一抹邪念，他差点就要把手从那个缝里伸进去了，想要摸一摸，可一瞬间又克制住了。好了，皇上，时候不早了，臣妾该回去了。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呢，还是早点休息吧。你回去？你今日不睡在这里吗？皇上，臣妾明日还要研制解药呢，
任务艰巨，也要回去好好歇歇了。那臣妾就先告退了。紧接着，他就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他的寝殿。嘿，玩的就是一个欲擒故纵。回到寝殿，秦婉就给自己定了个闹钟。明日的确是要早起了，研制盘尼西林需要几日的时间。江北宇觉得自己有点走火入魔了，无论是上早朝的时候，还是批奏折的时候，脑子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天晚上把玩那个黑色盒子时听到的各种声音。他很喜欢那天晚上搂着他，用那个黑色盒子看尽世间万物的感觉。后来他去荣华殿找了他几次，得知他在闭关炼药，又折了回去。北国使节与我们谈判，他们愿意对江国支付赔款，但要我们提供解药配方。给他们解药已经够仁慈的了，还想要解药配方？不好意思，那是另外的价钱。哦，那你打算给他们开什么价钱？啊，臣妾只是顺嘴一说，皇上您可千万不能答应啊！他们现在问我们要配方，就是担心我们下次再用这种方式来治他们，说明他们死性不改啊，仍然想要侵略我们。我们只要把这配方牢牢掌握在手里，这就是一个筹码，对方也会因此而忌惮我们，而这份忌惮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所以皇上，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想法，但是对方态度坚决，一定要我们将配方一起给他们，才答应立即支付赔款。那就解药也不给了。放心，他们等不起，中毒的又不是我们的士兵，我们赔他号。江北宇望着秦婉，眸中闪过欣赏的亮光，对冷冽说：就按他的意思办。是。本将军听闻，在本将军在沙场杀敌的时候，有人弹劾本将军通敌，是谁？本将军跟你们有话要聊。朕记性不好，当初是谁弹劾冷将军的，都自己站出来吧。几个武将一个个把头低着，一声都不敢吭，谁也不敢站出来。看来都是些没种的。当初弹劾本将军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能说，现在呢，都哑巴了。别以为你们一个个躲着不吭声就能逃过一劫。今日我带着金条来，就是来抽你们大嘴巴子的。抽完了你们，我再跟皇上负荆请罪。冷冽，这是朝堂，朝堂之上岂容你放肆？本将军今日就放肆了这一回又如何？本将军有战功，可以将功抵罪。你们呢？你当初污蔑过本将军的，今天抽定你们了，一个个都别想跑。冷冽啊，在朝堂上用金条抽人，的确有些不妥。这样，你们就各自掌嘴5下，就算是给冷将军赔罪吧。都愣着干嘛呢？非要等到冷将军用金条抽你们吗？很快，扇巴掌的声音在朝堂之上此起彼伏。冷将军，这个赔礼你满意吗？一个个的都没吃饱饭没力气吗？再来5个。最后多说一句，瓜子6万6就能买宝马，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冷将军到。青青，这一回多亏了你的妙计，才能这么快取得胜利，否则这一仗一定打得艰难。这次胜仗，朝廷给了许多赏赐，这些裙子都是哥哥的心意。啊，这也太多了吧，穿不完，根本穿不完啊！还有这些荔枝，啊，你自己吃啊。我留了半筐泡酒，剩下的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爱吃多吃些。望着他宠溺的眼神，秦婉心里涌上一阵感动。难道这就是有哥哥宠的感觉吗？那就
谢谢哥哥啦。哥哥就先回去了，你一个人在宫里好好照顾自己。要是皇上欺负了你，写信给哥哥。知道了。江北宇正在批折子，看到工人抬进的一筐荔枝，有些奇怪。以往都是别国有蔬菜瓜果进贡，他赏赐到各宫，这还是头一次有妃嫔反送他东西的。那女子又在以这种方式引起他的注意，不就是想让他翻他牌子吗？居然拿荔枝来贿赂他，哼，他才不上当呢。娘娘，恭喜您，今晚皇上又翻您的牌子了。祺妃的神色羡慕，有些落寞。哎呀，这古皇帝又翻牌子干嘛呀？哎呀，罢了，就当去蹭个网吧。既然你晚上要伺候皇上，那我就先回去了。不急，晚上留在这儿吃个饭吧。吃完饭我们去遛狗。冷妃总是特立独行，别人都是抬过来，你要做不撵。天太热了，臣妾不想像个卷饼一样裹在被子里，再捂出一身汗，怕熏着皇上。皇上建议的话，就翻其他姐妹的牌子吧。你让朕翻别人的牌子，你在教朕做事？哼，朕就翻你的，怎么了？没什么，谁叫您是皇上呢？接着推着他朝里面去一点，准备坐下来。臣妾知道皇上其实不喜欢翻牌子，翻臣妾的牌子是因为跟臣妾在一起比较轻松，是吗？还没等他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就在他的身边挨着他坐了下来。臣妾可以跟皇上约法三章。什么约法三章？很简单。哎呀，大家都别装了，臣妾知道皇上并不爱臣妾，也不爱这宫里的任何一个人，每次翻牌都是迫不得已。这是他从冷饮这里得到的消息，说这皇上很少翻牌，之前翻牌之后都是熄了灯，让侍卫代替，然后再服下避子汤，或者直接用迷香让嫔妃一觉睡过去。这件事情鲜为人知，但刚好那个侍卫是冷饮的同门师兄弟，一日酒后不小心对他道出的。或许皇上心中另有所爱，打算为他守身如玉，又或许皇上是还未遇到真正喜欢的女子，不想随随便便的与后宫妃嫔们合房，却又碍于这个身份迫不得已。江北宇神色微妙，那么臣妾可以和皇上合作。皇上呢翻臣妾的牌子，臣妾可以给皇上做掩护，臣妾来皇上的寝宫，皇上也不用跟臣妾虚与委蛇，大家各玩各的，如何？江北宇有些好笑。各玩各的？哼，那你的意思是，其实你不爱朕，也不想侍寝？秦婉感觉到周围的气压瞬间低了下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让他的小心脏瞬间抽紧了。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伴君如伴虎。臣妾爱啊，臣妾年少之时就对皇上一见倾心，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又怎么会不爱皇上呢？但是臣妾明白，爱是相互的，爱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他偷偷观察他的神色，所以臣妾愿意等到皇上也爱上臣妾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就算皇上翻了臣妾的牌子，臣妾也不会逼迫皇上跟臣妾。接着他拿出了手机，今后臣妾来这儿就玩这个黑色的盒子，皇上您可以看看书，随便做点什么事情，等到点了臣妾就回去，怎么样？
那你就不能跟朕一起看这个黑色的盒子吗？那晚一起看的那个还怪有意思的。当然可以啊，只要不叫他侍寝，让他干什么都可以。能够陪伴皇上，是臣妾的荣幸。果然，连古代皇帝也拒绝不了现代的短视频呢。江北宇目光悠悠地瞥了他一眼，心想：瞧他这没出息的样子，朕愿意陪他看个盒子，就开心成这样。趁这个空档，他迅速打开某信，瞟了一眼。上次给闺蜜发的消息已经成功发出，应该是已经朝她家赶了，只是还没收到回复。接着他若无其事地切回了某音。这小猫还挺可爱的。男人和上次一样，一手握住她娇软的小手，替她拿手机，伸开另一条手臂，随意地揽住了她。人肉靠枕，人肉手机支架，刷视频还不用他翻。哎呀呀呀 ，nice 啊！他靠在他怀里，看着看着，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四仰八叉的躺在龙榻上，身边已经空空如也。娘娘，您是皇上登基到现在啊，第一个在皇上寝殿留宿的娘娘呢。看样子啊，皇上是真的宠爱您呢。秦婉笑了笑，没说话。估计那狗皇帝昨晚自己也刷着刷着睡着了，不然肯定一脚把他踹下去。洗漱完毕，刚想走，又见几个工人端来了一盘盘点心。娘娘，这是皇上吩咐御膳房给您准备的早膳，吃了早膳您再走吧。秦婉一听又站住了，这可是长青殿提供的早膳呢，那可是皇上吃的早饭，他高低不得尝尝？一道道品尝完，得知皇上已经下朝了，直接去了御书房见大臣。他慢条斯理的拿着绢帕擦了擦嘴，又坐着步辇回宫了。正当他的步辇一摇一晃地抬过那条开满粉色蔷薇花的宫廷小道时，忽然停住了。竟敢挡本公主的道，你给我下来！眼前出现一个约莫17岁的美貌女子，穿着一袭奶橙色香云纱的连衣裙。原主关于此人的印象也浮上了脑海，原来此人是骄阳公主江北宇唯一的嫡妹江南歌。你没吃饱饭吗？步辇也不会抬。公主，不是奴才抬不稳，是刚刚有人用石子在奴才的膝盖上弹了一下。江南歌一看，果然那工人的小腿都流血了，当即就气愤地朝停在一旁的步辇上喊：冷青青，你给我下来！你叫本宫下来，本宫就下来，凭什么？觉得你年纪小，让你已经够给你脸了，按辈分你还应该叫我一声皇嫂呢，结果你非但没叫，还在本宫面前撒泼打滚。你皇兄把你送出宫，就是让你好好学习礼教的，这半年你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欺负我，我要告诉我皇兄，你死定了！哎呦，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你了？公主殿下，你要是有证据证明方才是我的人害你的人摔跤的，让我跪下来给你磕2个头都可以。可是要是你污蔑本宫，2日前朝堂上有过例子，随意污蔑别人的人可是要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子的。谁诬陷你了？不是，你才有鬼了！冷青青，你就是记恨我当初说你是癞蛤蟆，存了心想要报复我。告诉你，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会让你跪下磕头，对
我道歉的。说着，他也不顾摔疼的腿，直接气冲冲地朝御书房跑过去了。陈婉叹气：哎呀，这古代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总有人想让他不好过。江南哥，你这么大个人都快要嫁人了，怎么还整天哭哭啼啼的？你说是他让你从布辇上摔下来的，你有证据吗？后面没有别人，一定是他。他就是记恨我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今天还骂我是狗。他骂你是狗？那他是怎么骂的？江南哥就把他刚才说的话学给他听了。嗨，你从前不是还骂过他癞蛤蟆吗？那他骂你是狗，不就扯平了？这不一样。那他摔我的是怎么说？他就是仗着皇兄你对他的宠爱，在宫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皇兄，你管管他。他说的有道理，他现在是你皇嫂，你应该尊敬他。你要说是他做的，就找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是他，那皇兄也不能仅凭你的一面之词就惩罚他吧。这是不是明显的吗？刚才就只有冷清清在场，不是他，那还有谁？这事情都过去了，刚才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我上哪找证据啊？皇兄，你这不明显的护短拉偏架。江南哥的心都要碎了。你就是护着他，哼！而江南哥跑开后，江北雨感觉到心头升腾起几缕微妙，有种别扭的感觉。他护着他。今日的早膳觉得如何？啊，好吃啊。是谁口口声声的说到点了就回去啊？昨日在朕的龙榻上睡得可香，朕的一脚上全是你流的口水。秦婉面色一窘，切，跟谁爱睡似的，他这不就是一不小心睡着了吗？是臣妾说的，但是皇上的怀里太舒服了，臣妾一不小心就睡着了。下次皇上直接喊醒臣妾，臣妾就回去了。下次？看来你很期盼睡在朕的身边吗？他勾了勾唇角，下意识地伸手一揽，抬起了他的下颚，可脑子里电光火石地想起了江南哥那句：你就是护着他。又猛地将手缩了回去，脸上浮现一抹别扭。这狗皇帝又在发什么疯啊？朕过来是跟你说，北国答应了只拿解药，现在你研制的解药已经送过去了。哦，那皇上还有事儿吗？江北雨想说没事了，可看他一副想赶人的样子，思索了一瞬。朕听说今日你与南哥有一点摩擦。怎么，皇上这是来为你的妹妹主持公道了？难道皇上也认为是臣妾没事找事摔了他吗？没有，朕是想说，如果不是你，就应该好好注意周围，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多谢皇上提醒。虽然朕最近翻了你几次牌子，也来过你这几次，但别以为朕宠爱你，如果是你，朕绝不会护着你。哦，切，谁稀罕那狗皇帝？你不护着我，老娘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走了。江北雨说完便转身离去。皇上，找臣妾何事啊？你那黑色的盒子能否借朕看看？路上无聊。啊，这路上也没信号呀。
何为信号？就是秦婉挠了挠头，挠起了一撮呆毛。哎呀，这个黑色的盒子有个神奇之处，就是只有在特定的地点才能使用。我们晚上看的东西，出了皇上寝宫就看不到了。你又在骗朕！我没骗你啊。秦婉坐在他身边，打开某音，果然显示没有网络。江北宇伸手划了划，发现划不动了，有些郁闷。为何在朕的寝宫才能使用啊？因为在你的寝宫才能连上我家客厅 WiFi 啊，笨蛋。所以科学道理，或许这个黑色的盒子和皇上有些渊源。江北宇眸色一暗，划过了些许的皎洁。既然在朕的寝殿才可以用，那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宝物其实原本应该是属于朕的呢？我呸呀！这货好不要脸啊！他眸底划过一抹笑意，本着想逗逗他玩的心态，他伸手直接把他手上的手机抢走了。秦婉一惊，连忙伸手想要抢回来，奈何他手长脚长，不自觉的整个人就跨坐在了他的身上。他身上穿的本就是轻薄的寝衣，领子还低，经过方才的争抢，又被拉扯下去了一些，露出了一片血软。男人的眸光幽深了一度，喉结滚动了一下。臣妾人都是皇上的，这个黑色的盒子四舍五入的确算是皇上的，只是皇上说过不会抢臣妾的东西的。皇上说过的，怎会介于自己女人的东西？哭什么？朕逗你玩的，那还给你。奈何他委屈的一双眸子水汪汪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不许哭，朕命令你不许哭，听到没有？冷清清，你不是从小就害怕骑马的吗？什么时候会骑马了？嘘。什么？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匹听我话不会摔我的马，你可别大声嚷嚷，把他给吓到了。江南哥一听来劲儿了，故意凑到马耳边吼了一嗓子。马受到了惊吓，扬起前蹄，而冷清清手上握着缰绳，稳稳地坐在马背上，岿然不动。看着他一脸的嘲弄，他就知道他上当了。冷清清，你敢与我赛马吗？如果你赢了我，那我对过去的一切既往不咎，并接受你成为我的嫂嫂。如果你输了，就要接受我的惩罚，让我抽你3鞭子，敢不敢？哼，我为何要与你比？你想与我比，我就要与你比吗？你都知道我从小害怕骑马，不擅长马术了，我跟你比，不是自取其辱吗？条件我刚才说了，只要你赢了我，我就心悦诚服的让你做我的皇嫂。输了，只要你接受惩罚，乖乖让我打3鞭子，过去的一切我也既往不咎。你虽是皇兄的妃子，但我也是皇兄唯一的嫡妹。我想你也不想与我不睦，让皇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吧。我赢了没奖赏，输了却要被你抽3鞭子，你不觉得这对我很不公平吗？你觉得你对我的态度对我来说很重要吗？那你想要什么？输了就要乖乖听嫂嫂话，这一路上都不许咋咋呼呼的找嫂嫂的麻烦，做得到吗？好，我答应你。现在比吗？秦婉默不作声，只是神情变得肃然。
他拿出手机，打开相机，不断地将镜头往前拉近，再拉近，查看了一下前方的路况。须臾，他收了手机，开口说：“比，看到前方那座亭子了没？待会儿我倒数3个数就开始，谁先到亭子里，就算谁赢。”好。3、2、1，两匹马儿绝尘而去，江南哥抢先了一步，秦婉紧跟而上。刚好他也好奇现代马术和古代马术的碰撞，哪个会赢呢？是谁教他这样骑马的？皮挺挺的坐着，跟个杆儿似的，丢人现眼。身为大将军的妹妹，居然连马都不会骑。秦婉现在用的是现代马术的标准姿势，因为古今的文化差异，古人不能理解也正常。不过他依然不慌不忙。又跑了一段路，此时原本一路高歌猛进、稳操胜券的江南哥，却突然猛地一拉缰绳，紧急把马勒住了。秦婉扬起了朱唇，灿烂地笑着：“先行者探路。”他方才用手机查看过了，前方有一小节路是泥沼。秦婉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绕路，可江南哥率先的那段路就算是白跑了。他现在摆在面前就2个选择，一是倒回去跟他一样绕路，二是冒险穿过泥沼。看着他已经领先一步选择绕路，与他的距离越拉越大，江南哥咬了咬牙，选择了穿过泥沼。可没想到，不过才跑了几步路，他的马蹄就深陷在了泥沼中。冷清清看着他已经扬长而去，他气得咬牙切齿。可他现在已经进退不得，而且马儿的腿还在越陷越深。救命！快来人啊！救命！然而这里已经偏离了大部队，周围除了风吹草动的簌簌声，安静无比。江南哥慌了：“救命啊！来，喊声嫂嫂，我就来救你。”此时原本已经扬长而去的秦婉又去而复返：“我不喊，我又没输给你。”“哦，那我继续比赛咯。”“回来！冷清清，我的意思是，这只是个意外，你今天运气好而已，我并没有在马术上输给你，不是吗？”“比赛规则是谁先到亭子里谁就赢吧。如果我现在抛下你不管，是不是先到亭子里的那个是我，你是不是就输了？”江南哥抿了抿唇，不讲话了。“不喊？那不喊我走了啊。”“你通知别人来，我不要你救我，你通知一下就可以了。”“不行，喊我就救你，不喊不救。”“你……冷清清，我不见了，你也没办法跟皇兄交代吧？何必这样呢？”“哎，我就要这样，你人都快没了，而我只是差一个交代，谁赚了？”秦婉感觉逗这个小公主还挺好玩的，惹她生气她就开心。江南哥感到马的四肢不断的在下陷，已经快陷到了马膝了，终于绷不住喊了一声：“嫂嫂！”“什么？大声点儿！”“嫂嫂！”话音刚落，江南哥忽然发现他已经走到了他身边。他在地上铺了几片叠在一起的阔叶，直接踩了过来，把他从马背上扛在肩上抱了下来。“踩在叶子上，自己走回去，走快点啊！”江南哥小心翼翼地踩在叶子上，跑过了这片沼泽。“那我的马怎么办啊？”“你回去找几个人把他拖出来。”眼看他要丢下自己跑，
江南哥连忙追了上去。你等等我啊！俩人回队伍的时候，骑在一匹马上，不少人都惊掉了下巴。到了，快下去！哎呀，你重死了！你这个小插曲，秦婉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回到马车上，洗了把脸。没过了多久，江南哥又找人给他送来了一盘点心，为了感谢他刚才救他。他尝了一口，是冰皮麻薯，芒果味的，糯叽叽的，味道还不错。吃着麻薯，他忽然想到，之前有人挑拨齐飞和他，结果齐飞主动与他交好。现在想挑拨他和那个刁蛮的小公主，结果阴差阳错，也让人感觉小公主和他之间的关系不错。那么背后想要借刀杀人的人，估计此刻已经被气到爆炸了吧。妹妹真谨慎啊，外出都不忘在帐篷周围撒上驱虫粉。还好吧，这不是基本操作吗？我这次出门急，没准备，可否借我用一点？借这个？那你不如到内务府去问问吧。我出门就带了这么多，还不够用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前不久这位淑妃的舅舅就弹劾了原主的哥哥，冷冽通敌，所以他干嘛要借他呢？我问过御膳房了，他们说这雄黄粉最近百草堂断货了，他们也想买，买不着，所以我才向妹妹开口，药粉都不愿意借我。你这么多呢，怎么会不够用？就这点药粉，我还要去找内务府。哎呀，你没带是你的事儿，你爱去要不去要，我的东西我爱借不借，我就不借给你，你能怎样？你好，不借就不借，以后最好别有事求我。天渐渐暗了，秦婉躺在帐子里休息。不多时，小芝麻就把分到的食物送了进来。御膳房的人悄悄对奴婢说，这是皇上特地吩咐给您的，别的妃嫔都没有。秦婉寻思着，这莫不是刚才和狗皇帝一起打下的2级保护动物？他给小芝麻也分了一些烤肉，正打算美美享受晚餐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条手臂粗的大蟒蛇从帐外缓缓地溜了进来。两个人正屏住呼吸，忽然下一秒，他的帐帘被人掀起，江北宇从外面走了进来。冷妃，你那份吃了没？御膳房弄错了，给朕的这份里加了辣椒，你的应该是没加的，给朕换一下。皇上，蛇！江北宇瞳孔一缩，下一秒，那条蛇忽地亮出了锋利的獠牙，闪电般的朝他的腿上咬去。这时，男人脸上划过一道阴翳，他瞬间感觉到了杀气腾腾。加餐了。朕8岁的时候就会捕蛇，那时捉住了就烤着吃。平时见你胆儿挺大的，怎么一条蛇就吓成这样啊？男人有点想笑，伸手试图抓了抓一下他的脑袋，发现那只手刚才抓过蛇又缩了回去。怎么不说话？真吓着了。皇上，你没事吧？臣妾刚才吓死了，还好没事，不然嘎我这里我还说不清了。正好着呢。好了，朕走了。野外就是蛇虫多，一会儿让人在你帐边撒点雄黄粉。臣妾撒过了呀。说着，然后出门去看，发现帐篷外撒的雄黄粉和防虫粉都被人扫掉了，当即火冒三丈。是淑妃！蠢货，你可知道你放的蛇差点伤着了皇上？冷妃，你怎么张口就来？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条蛇是我放的？我在帐子周围撒了雄黄粉和驱虫粉。
哦，这不风吹走的吗？怎么能赖我呢？哦，我有说过我撒的粉没有了吗？不是你让人偷偷扫走，你怎么知道没有了？淑妃脸色微变，不过嘴硬的辩解道：都进蛇了，那肯定是没有了，这还用说？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时江北宇从帐外沉着脸走了进来，他方才观察过冷妃帐子周围的药粉有被人扫过的痕迹，就跟了过来。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听到淑妃在盘问下说出的话已经露出了马脚，已经确定是他这才从帐外进来。大胆淑妃，朕还以为冷妃帐中进蛇只是意外，没想到竟是你放的，你好恶毒的用心呢！你可知这条蛇刚才差点咬到朕？皇上恕罪，这条蛇真的不是臣妾放的。臣妾下午时跟冷妃有过几句口角，因为冷妃手上有一大袋驱虫药粉，却一丁点都不借给臣妾，还出言激怒臣妾。臣妾实在气不过，在天黑后命人偷偷把冷妃帐外的药粉扫走，撒到了臣妾的帐外。一则是臣妾的确需要药粉，二则就是与他斗个气。臣妾心想，他手上还有那么一大包药粉，看见没了还会继续撒上的，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进了蛇。这条蛇真的不是臣妾放的，臣妾只是与他小打小闹，臣妾一时半会儿也捉不到那么大一条蛇呀。小打小闹？如果不是皇上在，我就被这条蛇咬死了。你告诉我这是小打小闹，那如果换作是你，今日我恶意扫走你帐外的药粉，害得你被毒蛇咬伤，你会认为这是小打小闹吗？皇上，请为臣妾主持公道。今日之事若不处理，臣妾不知道今后还会经历过多少小打小闹，臣妾惶恐每日都无法安眠。你想要朕怎么处理？很简单，臣妾也想和淑妃姐姐小打小闹一次。这旁边就是丛林，把淑妃姐姐的营帐单独搬到丛林里，且周围不允许撒驱虫蛇的药粉。只要经历过这一晚，臣妾就原谅淑妃姐姐的这次小打小闹，如何？有道理，就这么办吧。来人！皇上，臣妾不敢了，臣妾再也不敢了，臣妾真的知错了。你们把淑妃的营帐搬到距离大本营半里外的山林里，周围不许有人看守，而且不许在营帐周围撒上药粉，也不许点灯。是。冷妃妹妹，求你不要，我不会了，下次我真的不会了。这次是这次，下次是下次，这是这次的惩罚。下次你若还敢，本宫更加不会心慈手软。要是害怕，今晚可以到朕的帐子里来。我不怕。不来就算了。这狗皇帝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坛小酒，喝了一口。哎，你在喝什么？能不能给臣妾也尝尝？毕竟是御酒，那必定是玉液琼浆，那得嘎嘎好喝的。男人眼波微动，递了过去。今晚尝了一口，这酒很甜，满口都是甘醇，像甘露一样，就咕噜咕噜的灌下了好几口。咽下去的时候才感觉到后劲儿，淡淡的桃粉慢慢爬上了脸颊。嘿嘿，谢谢皇上，谢谢皇上今日帮臣妾出气。要不是皇上，臣妾还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啊不，臣妾可能当场就被这蛇咬死了。应该的，朕最讨厌在后宫争斗搅得一团乌烟瘴气的人。哎，正常，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这是后宫，要怪就怪你妃子纳的太多了。朕的妃子纳的太多了啊！皇上，你刚刚抓蛇的样子好帅啊！就这样就抓住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演示着他刚才的动作，笑哈哈的，脸上的酡红愈加浓了。江北宇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一句诗：酒不醉人人自醉。帅吗？半天没听到回答，只感觉到咚的一下，一个小脑袋歪倒在他的胳膊上。原来是喝醉了，不能喝还要喝。好好照顾你们娘娘。没想到你还有勇气来比，上回我们的比赛没有比完，上回不算，我们趁着这次机会重新比怎么样？你想怎样？还是上次那样的规则，你赢了我，我就心悦诚服的认你做我的皇嫂；输了，你要接受惩罚，乖乖让我打3鞭子。这么记仇？你是天蝎座吗？可是上回你已经喊过我嫂嫂了。上回的不算，上回是你威胁我。既然你有信心能赢我，就再比一局又怎样？左右不过就是3鞭子，你输不起吗？南哥，不要胡闹。冷清清，你从小就不擅长习术和射术，这比赛你是一定要参加吗？当然，来都来了，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嘛。比赛不是过家家，还是有一定危险的。你小时候骑马不是都摔了吗？你又不怕骑马了？自从上次皇上亲自教过臣妾骑马射箭之后，臣妾已经克服对马的恐惧了。皇上，您是臣妾的老师，就不想见证臣妾的学习成果吗？你可千万别说是朕教给你的啊！你非要参加的话，注意好自己的安全。好的呢，那臣妾先去准备了。转身正要走，江北宇喊了声：“等等！”然后没好气地把膝上的护具解下来丢给他。一旁的江南哥深深地望了一眼自己的皇兄，眼里满是一眼的看透和嘲弄。这心都偏到西伯利亚了，还嘴硬呢。自己的妹妹就在边上，凭什么护具拆下来不给她丢给冷妃呢？女孩子家家的，别老想着打人，你非要跟她比，就把赌注换成钱吧。你输了给她30两银子，她输了给你30两银子。皇上看不起臣妾吗？用银子换成金子怎么样？想必南阁公主也不缺这点金子吧？倘若换成30两金子，我就跟你比，如何？比就比，就比30两金子。这人连马都不会骑吧？疯了吧？羌国那边是没人了吗？怎么会让他参赛？那些人说的是他们当地的语言，秦婉听不懂，但明白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哟呵，可以呀！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从没想过他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和冲击。不是人人都说他不擅长吗？原来
他是故意的，故意藏着一手。看他骑马的怪异姿势，他也先入为主，觉得他今天可能要闹笑话，可没想到他真能给自己长脸啊！那些蒙族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这样优秀的一个人，是他的妃子，也是他的骄傲。金子我带来了，是我输了，心服口服。虽然这样说着，但他的表情还是有些小傲娇的，接着有些别扭地朝他叫了句：嫂嫂，你可是我第一个承认的嫂嫂，我皇兄后宫那些莺莺燕燕，我一个也不喜欢。秦婉笑了笑，没说话。那嫂嫂，你能教我射箭吗？我发现你射箭的方式好像跟我不一样，但特别准。教你可以，但那是另外的价钱。行，你要多少金子，我马上给你。我说的不是钱，想好了再告诉你。恭喜啊，你赢了。谢谢啊。南哥把银子给你了吗？给了。你的骑术和射术究竟是谁教你的？皇上呀。你少骗朕，朕可没教你那样的方法。再说朕就教了你一回，你就会了？皇上是真龙天子，那能和一般的老师一样吗？皇上可以去查，臣妾的确没有第二个老师。如果皇上不信这是皇上的本事，那就当是臣妾自己研究琢磨的。臣妾是野路子，自然跟别人不一样。话已至此，江北雨听明白了，这应该是他自己的天分，想给他脸上贴金，才故意说是他教的。冷妃，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什么？乞巧节快到了，朕记得你之前给朕绣过一个香囊，你绣到哪里去了？朕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哦，这事儿啊，你等等，臣妾找找。他一阵翻找，从针线盒的最底下翻出了那个快被他遗忘的香囊。臣妾绣技拙劣，其实早就绣完了，一直不好意思拿出手。拙不拙劣的，不都是你对朕的一片心意？朕不会嫌弃的。秦婉尴尬的脚趾抠地，可只能硬着头皮把香囊给了狗皇帝。这隔天，所有人都看到了皇上身上佩戴了一个与他格格不入的香囊。那香囊上绣着一条歪歪扭扭的、长着胡须的黄色大肥虫。皇上，今儿天气……你怎知冷妃给朕绣了一个香囊？皇上用过午膳了吗？你怎么知道朕今日佩戴了新的香囊？这冷妃偏要给朕绣的，朕不要还非得给朕，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好看。江北雨满面春风，不自觉地伸出手指，在那条大肥虫上摩挲了一下。朕也觉得。娘娘不好了，小芝麻姑娘方才在湖边打水，好像是遇到了什么野兽，被拖到林子里去了。他没有呼救吗？奴才就是听到呼救声跑过去的，隔得远，跑近时看见人已经被拖到林子里去了。您看看小芝麻还在吗？小芝麻，小芝麻！他跑到湖边，果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打翻的水桶。他立即跨上了一匹马，带了2个侍卫进山了。等进了林子，他才发现关心则乱，他身上没有穿防护的骑射服。正打算回去，忽然在林子边发现了一截被扯下的粉色的衣角。皇上，娘娘进山狩猎了。他在哪里？小太监只说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江北雨策马过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人，不过这难不倒他。
他摘下腰间挂着的一枚羊脂白玉制成的哨子，朝着天上一吹。不多时，一只白色的巨雕在天上盘旋着，从天而降。江北宇凑近，在巨雕耳边说了几句话，白雕有些不乐意，气哼哼的。这样，你带朕找到他，朕回去给你找个母雕。白雕这才一脸傲娇地拍了拍翅膀，冲上了天。盘旋了片刻，须臾带着他去了一个方向。此时秦婉已经发现了第3块布条，这时他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这些布条指引他的方向是禁区。可能这一切是个圈套，但如果真的是小芝麻在向他求救的话，现在被拖入了禁区，处境无疑更加危险啊！娘娘，这里面是禁区。你们在这里等我，如果半个时辰我没有出来，就速去禀报皇上。禀报朕做什么？指望朕来给你收尸吗？皇上，你怎么来了？不是晕血吗？怎么来了？朕原以为你不敢狩猎，没想到直接来禁区，想玩把大的？臣妾的贴身宫女小芝麻不见了，可能被野兽拖进了这片森林里。朕和你一起进去。皇上，禁区凶险，您没必要陪臣妾一同涉险。如果有多余的人马，借臣妾一些就好了。朕13岁时就闯过这片禁区，里面的一草一木朕都熟悉得很，可以帮你寻找。带一大帮人反而打草惊蛇。他才不要一帮乌泱泱的人跟在后面打扰他。你留在这里，你去找喜公公，让他调集护卫在这里等朕出来。如果朕和冷妃娘娘一炷香的时间没有出来，再进来搜寻，听到了吗？是。怎么进山连护具都不穿？你对你自己就那么自信吗？臣妾走得急。啊，皇上把护具给了臣妾，那皇上怎么办？朕用不着这玩意儿，你保护好自己就是给朕省事儿了。那谢谢皇上。秦婉继续用手机摄像头拉近搜索着，找到了第4块布料，在一个黑黢黢的洞口。他立即上前。那里好像是个虎穴。你怎知道？话音刚落，就见一只吊睛大白虎匍匐着从洞穴里走出来。一声震天动地的虎啸传来，连大地都在颤抖。江微雨，快跑啊！然而领地被冒犯的老虎此刻处于狂怒状态，他只感觉到背后一阵凉气涌起，那只白虎竟一个起跳，张开利爪朝他扑来。这时一只巨大的白雕忽然瞬间从天上俯冲而下，有力的爪子握住了虎爪的肩胛。江北宇自始至终都淡定得很，看着小白和那只大白虎缠斗着，下了马走到他身侧。他直接把他抱下马，就这样淡定地抱他进了虎穴中。进了洞